在1860年被3500名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现在是什么样？今天我将去参观圆明园遗址公园，看看当年遍布奇珍异宝、建筑美轮美奂的宏伟离宫。圆明园遗址公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西路。我来到大门口，就看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老年旅游团。这一代人们对首都北京那些耳熟能详的地方都充满了热烈的向往，在有生之年，只要有条件，都会来北京看一看。我购买的是25元的圆明园通票，还有一种10元的大门票。如果要去西洋楼遗址，还需要单独买票。进门以后，看到一处小的假山，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留下来的，又或者是现代复建的。假山里有几面开口的山洞，我猫着腰在里面穿行，感觉充满了童趣。上到假山上的小土坡，看到围墙外一排低矮的砖房，像是几十年前艰苦奋斗时期的风格。围墙上晒着鞋，说明还有人居住。在圆明园里能看到这样的房子，我个人是感觉到有一点诧异的。圆明园里最不缺的就是小桥流水、荷叶、荷花和亭台轩榭，但此时最吸引我的却是这一座残桥。圆明园内一共有近200座桥梁，这座残桥是圆明园被毁后唯一保存至今的老石桥。我简要介绍一下圆明园的历史。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48年，也就是1709年，由圆明园、长春园、启春园3园组成。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5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亦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清咸丰6年，也就是1860年10月，英国和法国在沙皇俄国和美国的支持配合下，联合发动了第2次鸦片战争。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3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怡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建立了圆明园遗址公园。我听旁边的一个导游讲解，圆明园这里其实是一个大平地，现在能看到的所有的假山都是人工挖土堆起来的，而且这些河流、湖泊也大多都是人工挖的。大家都可以想象，按当时的技术水平，这些工程量有多么的巨大。圆明园当年被纵火时烧光了木质建筑，所以我们现在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看到的绝大部分建筑都是后期复建的。在圆明园遗址公园里，我还发现了香港曾宪梓先生的雕像。著名爱国人士、香港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先生于1993年12月18日捐赠人民币800万元修复圆明园围墙。旁边有一个募捐箱，既可以捐现金，还可以扫码进行数字化募捐。西洋楼遗址区是游览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重头戏。在大清鼎盛时期，这里曾是一组充满西洋风格的建筑群，被称为西洋楼。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的大火几乎摧毁了整个圆明园，西洋楼也只剩下了一些无法烧毁的建筑石头和断壁残垣。我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当年的历史，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比如英法联军大军逼近时，所谓的精锐部队立马逃跑，几十个太监反倒是拼死抵抗，最后以身殉职。当时僧格林沁、瑞林残部在城北一带烧石抵抗，急行逃散。僧格林沁是谁？那可是清朝名将。僧格林沁素为宫廷领军征战多年，颇得道光帝、咸丰帝宠幸，被称为国之柱石，与曾国藩合称南曾北僧，统帅着满清最后一支精锐骑兵。令人瞠目结舌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统帅精锐清军共计达3万人，其中蒙古马队近1万人，对阵8000余人的英法联军，
最后打出的战损比令人惊诧和羞耻，清军精锐损失超过1200人。而对面呢，法军死亡3人，受伤17人，英军死亡2人，受伤29人。说是军事史上的奇耻大辱都不为过。精锐部队一触即溃，而贤良门内有20余名圆明园继勇太监同敌人接仗，遇难不恐，奋力直前，但终因寡不敌众，圆明园继勇8品首领任亮等人以身殉职。至晚期时，法侵略军攻占了圆明园，管员大臣文峰投福海而死。有时候事实比戏剧更荒诞。我在圆明园遗址里的这些废墟之中转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小学课本上那处著名的石拱门。在不断找寻的过程中，才意识到圆明园真的很大。在找的过程中，发现了著名的12生肖喷泉。关于12生肖兽首，后来引发了许多的传说和故事。圆明园12生肖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兽首铜像开始流失海外。截至2020年12月，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鼠首、兔首、马首在内的7尊圆明园流失兽首铜像通过不同的方式回归祖国。其中，猪首铜像和马首铜像由何鸿燊先生分别于2003年和2019年出资购买后送归国家。2013年4月26日，法国皮诺家族在北京宣布向中国无偿捐赠鼠首和兔首。剩余龙首、蛇首、羊首、鸡首、狗首5尊兽首仍下落不明。在12生肖喷泉的附近，我终于如愿看到了圆明园的标志性石拱门。看着这些虽是断壁残垣，但仍然渗透着华贵和美感的节后遗迹，我估计每个中国人的内心都无法平静。自从圆明园被毁之后，人们对于如何处理这个历史遗址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主张保留遗址，让它成为历史的见证，时刻警示后人不要忘记国耻，要奋发图强。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重建圆明园，恢复其昔日的辉煌，以此来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创造力。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保留遗址，让这些遗址警示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团结必定胜利。所以说，整个西洋楼里边的水源，大家记好，就是来自于这个蓄水楼。大家记住啊，那当年这个12生肖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摆在这儿的？各位，不是顺时针，也不是逆时针。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最早以前是以左为尊，从左边最边上一个开始，子鼠丑牛，一左一右，一左一右，是这么一个交叉的顺序。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出了圆明园也好，不管你们在任何地方提到12生肖，希望大家记住，最早就是摆放在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游览完圆明园遗址公园，我骑了个共享单车去打卡中国最著名的2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门实际上非常小，恐怕全中国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考进清华北大。所以清华大学校门外应该常年都包围着一圈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我站在清华大学的对面，路边有卖烤红薯和炒板栗的小贩路过，还有人向我兜售北大和清华的校徽。校徽带一个吗？校徽来5块了，来。哦，不用。哦，不用，谢谢。快点。2个10元。我突然有一些感慨，以前我只是觉得人们出生的家庭环境差异巨大，很不公平。但实际上，人的才华和容貌，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天生的，也很不公平。大多数考进北大和清华的同学，也许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努力，完全就是靠着天赋而胜出。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清华和北大的校园外，内心充满了对校园学子们的羡慕，他们自带光辉和能量，更有可能展开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我想起了送我来圆明园的滴滴车司机，老哥看起来大约50岁，安徽人。他的哥哥从安徽农村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部委工作。哥哥在北京站稳脚跟后，把他也带来北京。司机老哥说，他们家族的孩子读书都很厉害。他哥哥自己是农村考上清华大学，他哥哥的女儿考上人民大学，然后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他自己的女儿明年也要高考了，按照现在的成绩进清华问题不大。老哥得知我是湖北人，连声感叹，你们湖北人头脑太聪明了。
作为一个湖北人，每每听到这样的夸奖，心总是悬着的，就怕他紧跟着说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话原本是很单纯的褒义，但现在总被人解读得有点奇怪，而且多少含有一点若隐若现的贬义，似乎在说我们湖北人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而且喜欢窝里斗，不团结。老哥接着说了一个例子，他说在2000年左右认识了某省一群专门做擦边诈骗的团队，这个团队在国内其他省份屡屡得手，几乎势如破竹，但这个团队在湖北却是屡遭失败。团队人员自述，湖北人太聪明了，而且警惕性很高，行事很谨慎，想骗他们难度太大了。我个人觉得湖北人的整体行事风格是精于妙算，不打无把握之战，非常谨慎，看重长期目标。我觉得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可以选小米公司的雷军，作风非常踏实，勤恳谦卑，稳步推进，步步为营。几十年来，许多叱咤风云的中国商界寡头在潮头沉浮，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黯然失色，而雷军数十年屹立不倒，在他的人生范围内，我预计他将会是笑到最后的人。我曾经在一个梦中与雷总坐在下午的玻璃房喝咖啡，金色的阳光落在我手中热气升腾的麝香猫咖啡之上。我激昂地讲述自己的创业理想，我要在大兴安岭承包一大片林区，利用自研的无人机采松塔，打造全球第一松子品牌，1年产值预期可以做到500亿，争取3年内到纳斯达克敲钟。1.81米的雷总比想象中高大很多，他潇洒地抽出一根黄鹤楼软兰，点燃后凝眉望向窗外的车水马龙，沉思片刻后转头望向我，阳光在他身形的轮廓上镶上的一道金边。他用湖北方言的普通话对我说：“你这个项目我投了。”开始旅程的人，像跃出水面的海豚，离开生活海洋，随心翻腾，循着河流蜿蜒，去弄雾中的小镇。